解读 A 股，去说美股，畅谈港股。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。苹果算是把赚钱这件事玩明白了。苹果于1月28日早间公布2022财年 Q1 业绩，财报显示，苹果在除 iPad 之外的所有产品类别的销售额都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，当季总营收123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1%，创历史新高，相当于每1秒钟就要入账1.5万美元，每一天就有13亿美元入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取得这样的成绩 ，iPhone 13功不可没。报告期内，苹果来自于 iPhone 的营收为716.28亿美元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9%。这主要由于售价更便宜的 iPhone 13受到市场欢迎。周五，其股价突然大涨7%。库克还是放好消息，官宣供应链正在改善，还表示在探索元宇宙。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的美联储1月议息会议中，美联储主席释放了超强鹰派信号，不仅表态支持3月加息，并且暗示可能采取更频繁、更大幅的加息。这番表态引发了市场激烈波动，对流动性收紧的恐慌情绪造成全球股市大幅下挫，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飙升至近2年高位。在鲍威尔的鹰派发言后，华尔街投行已经预计美联储今年可能加息5到7次，这在半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就在几个月前，华尔街还普遍预计美联储要到2023年才会进行第一次加息。但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仍未从疫情破坏中完全恢复之际，美联储大幅加息可能会削弱商业周期复苏。自从特斯拉周三公布最新业绩以来，周四股价狂泻11%。特斯拉公布的第4季度财报显示，营收和盈利均创新高。与此同时，特斯拉预警供应链限制将贯穿2022全年，并预计今年不会推出新车型。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称，由于芯片供给有限，无论推出新车与否，汽车总产量将是相同的，因此特斯拉今年不会推出新车型，这没有任何意义。马斯克决定销售少量车型的决定，挑战了汽车行业长期以来的行业定律，即需要不断且稳定的更新多样化车型才能吸引买家。这正是特立独行的特斯拉颠覆汽车行业传统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。但是，随着电动汽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特斯拉还能否保持超高的销量？特斯拉专注于提高现有车型的产量，可能会帮助其在今年增加利润，但推迟发布新车型，最终可能使其更容易受到行业竞争。美国证监会的公开文件显示，奈飞的联合 CEO 里德·哈斯廷斯在近期买入了公司2000万美元的股票。哈斯廷斯以平均每股388.83美元的价格，从1月27日起间接购买了51440股股票，股票是代表哈斯廷斯家族信托购买的。文件显示，这些交易使他的实益持股增加了1%至516万股。奈飞上周股价大跌，此前该公司预计第一季度的订户登记人数远低于分析师此前的预期，这一预测强化了人们的担忧，即该公司对新客户的收购可能正在放缓。今年 Q1 政策预期到了兑现阶段，美国兑现了紧的预期，年初以来货币政策急转弯，为了对抗仗，是放出更早更快加息缩表的鹰派信号，市场的加息预期上的很快，对联储的紧缩定价已经非常极端，因此一季度的主要交易逻辑发生了变化，美股的脆弱点和超预期在分母，估值贵，赔率低，所以联储急转弯后，主要交易逻辑是杀估值，核心策略是缩短久期，低估值防御。过去1个月，2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了50 BP， 差不多是去年下半年的总和。高估值的纳斯达克的静态估值水平收缩了15%。当前联邦基金期货隐含了 4.8 次加息，标普500和道琼斯的风险溢价仍然处在中低位置，估值仍有下降空间。美股跌多少，关键看盈利能否扛住估值收缩。今年大公司的业绩增速预期较高，因此观察点主要在通胀是否持续，经济是否减速，联储是否转向鸽派叙事。最后，我们来聊一聊 Robinhood。在美股暴跌之际，本来美股散户大本营股票交易应用 Robinhood 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昔日风光无限的 Robinhood 年初至今累计跌幅近40%，一度跌幅高达60%。但是美国散户也不是盖的，人多力量大的散户再次抄底营救 Robinhood， 美股周五盘中一度直线拉升涨幅近7%。自从正式登陆美股之后，截至目前 Robinhood 一共公开发布了3份财报，但每次发完都对其股价来一记重锤。去年8月发布的首份财报就不尽如人意，营收、利润增长均不及预期。纵观整个2季度，唯一的亮点可能只剩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活跃用户。到了第3季度 ，Robinhood 连这个唯一的亮点都失去了，交出了一份更加难看的财报。营收仅同比增长35%，录得3.65亿，环比增长下跌了35%。净亏损高达13.2亿美元，是去年同期净亏损的100倍。最重要的是，用户开始出现流失趋势，月活用户从第2季度的2130万下降到了1890万。而周四发布的第4季度财报依旧难看，4季度营收为3.63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4%，但低于预期值3.709亿美元，净利润为负4.23亿美元。去年同期为1302.8万美元。谈及未来，公司预计2022年第1季度营收将少于3.40亿美元，而市场此前的预期为4.470亿美元。Robinhood 的首席执行官则表示，公司未来计划在平台上添加更多加密货币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